而萧炎也在刚刚与对方的亡灵怒海抗衡下，隐隐约约地看透了对方的缺点，那就是任何物理攻击对其根本毫无作用，所以只能施展圣龙吟，只有声波神技，或许能够有机会将对方这道亡灵怒海压制。而且萧炎目前对圣龙吟的声波神技领悟已经彻底的修炼至大成，而且他也想试一试大成后的圣龙吟之威究竟会强大到何种恐怖的程度。同时这道声波神技不仅可以进攻，也可以抵御对方部分的冲击力，这绝对是一道恐怖绝伦的声波神技玄级。萧炎也不再犹豫，直接催动体内的全部力量，准备施展出三重圣龙吟的真正威力。此刻萧炎的神魂识海中隐隐间有着微弱1到2到3道吼声传出，但这些龙吟吼声却是极其细小，但是那声波节奏也是被萧炎给分辨了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龙吟吼声逐渐的传出手，萧炎的识海中便是有着极其恐怖的闷雷声滚动而起，这些龙吟吼声开始融合，彼此交缠。如今萧炎已经将其修炼至大成，也非常的容易做到这些龙吟之声的完美融合，根本不会出现在第一次施展圣龙吟时的那般声波之间的互相抗拒。萧炎神识海中的闷雷声越来越沉，越来越浓郁庞大，感觉仿佛要直接冲破萧炎的神魂识海的壁障。那么一旦神识海的壁障被冲破，也就代表着萧炎已经将三重圣龙吟的威力凝聚大成玄级。萧炎的眼眸陡然一睁，眼中金芒爆射，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神元之气以及焚神之力极致的狂涌，很快这神识海中的闷雷声急速涌出，最后直冲萧炎的喉咙间，吼吼吼，嘴巴微鼓。萧炎脸庞有些涨红，双手赫然结印，旋即嘴一张，顿时犹如雷霆般声势巨响的龙吟自其嘴中爆吼出无形的声波，刚刚出口，萧炎面前空间便是泛起一阵剧烈波动，旋即龙吟声波闪电般的扩张而出，只听得轰隆巨响，寂静的空间上像是投放了数万枚炸弹一般，高达万丈的空间声浪炸涌而起，最后也是直接轰然的撞击在了对方的亡灵怒海之上，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彻声龙吟呼啸，爆发而出的怒雷炸响以萧炎为中心点滚滚席卷而出，连空间都被差点的撕裂。同时在这无形的声波之中，有着若隐若现的金龙之影咆哮出声，一道咆哮便是震塌万丈山岳，两道咆哮震碎大地，三道咆哮引天地共鸣，引出天地能量，使得这一道声波愈发的波涛汹涌，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此声波的冲击。很快那无比磅礴的亡灵怒海则是被引动天地能量的三重龙吟声波给掩盖而下，整个结界中都能清晰的听见他们之间的对碰声恐怖的三重圣龙吟音波如裂石般在亡灵怒海中爆发，那圣龙吟的威力仿佛能撕裂天地，震碎灵魂神魂，天下万魂一般。亡灵怒海在这一瞬间变得不再宁静，幽暗的亡灵海水被圣龙吟强行的冲击分开，如同被无形的力量一刀两断，仿佛可以听到那亡灵怒海中有着无数亡灵的哀嚎声响彻而起，但很快也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因为萧炎的这一道声波神技果然有效，强大的力量直接压制住了对方的亡灵气息，直接打得对方措手不及。在这场毁灭性的冲击中，三重圣龙吟的威力强到无法想象的地步，这简直无限接近绝世神技的等级了。圣龙族的先祖在当年应该也是一位实力极强的神奇强者，只是在那一场天古浩劫发生之后，无数大咒中的神奇强者都纷纷陨落，导致了如今的大咒陷入了低潮阶段，也导致了主神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非常的确定，天古浩劫给大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创伤，同时也是无数神奇强者都抹之不去的伤疤。当年大咒无数神奇强者纷纷迎战抵御那些外敌，不惜牺牲，而如今萧炎借着大咒中的资源让自己变强到如今的程度，更不能让东周之地沦为一片废墟。萧炎的金眸闪烁，似是在告诉所有人，这就是他的坚决之势，任何人都无法撼动三重圣龙吟攻势波涛汹涌的覆盖，冲击在亡灵怒海之上，周身还爆发出一层层的金色的光芒，将所有怒海都笼罩之中。这金色的光芒中多种可怕的能量汇聚交织一起，带着一股仿佛能冻结一切生命的气息。然而那威慑四方的亡灵怒海终于被击垮，在空中消散。当然那音波也直接冲击至影子周围时，却突然凝聚成一个个可见的光点，如同无数细小的流星，争先恐后的撞入三道影子的神识海中，疯狂在他们的神识海中冲击开来。一道道可以轻易重伤神魂的声波宛如无数利剑一样射在了他们的神识海壁障上，三道影子的面庞上也终于露出了一丝痛苦的扭曲，仿佛承受着极度的折磨，他们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每一次颤动都似在与无形的压力抗衡，每一次呼吸都显得沉重而艰难。但最终在双方全力的对抗之下，三道影子的神识海已经一片混乱，更是伴随着一阵阵的疼痛之感。虽然物理的攻击对他们无效，但声波神技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了。三重圣龙吟的余波逐渐的消散，亡灵之海也是被其震碎而去，化为了无数一团团的水液，在虚空中缓缓的浮动着。刚刚的对决之下，可以说萧炎稍微占取了上风，同时令的三道影子的神识海都被有所击穿。至于有没有伤势，不得而知了，因为此时三道影子被三重圣龙吟攻击之后，仅仅只是有着疼痛之感，
在三重圣龙吟的威力消散之后，一切又恢复了死寂。那三道影子却依然静静地悬浮在那些一团团的水液之上，全身被幽蓝的光芒所笼罩，仿佛是经历了刚刚的风暴过后，外表依旧没有任何的伤势。他们的气息一样非常的稳定。萧炎的神色一凝，刚刚自己乃是毫无保留的将自身的所有神元之气释放而出，凝聚三重圣龙吟的威力，也仅仅只是让他们感到短暂的痛苦，但想要将其伤至还远远不够。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恐怖的存在，竟然连三重圣龙吟都无法将他们击败？看来他们好像并不好对付啊。萧炎心中暗自沉声道。三道影子的目光牢牢锁定萧炎，一道古老久远的空灵声音再次响起：小家伙，没想到你还拥有如此强大的一道声波神技，而且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我们的破绽找出，当成了不得。但是我们的实力远远不是你能够对抗的了的。虽然你施展神秘功法，将自己的实力从八重天卫神的修为提升到半道神初阶，如果是换作其他初阶半道神，你或许施展这一道声波神技毫无问题。可是我们的实力乃是半道神中阶，并且还是3位，你觉得你的声波神技对我们3位有用吗？半道神中阶，原来这三道影子的实力应该达到了半道神中阶，也难怪自己施展出三重圣龙吟，也只能是暂时的让他们陷入疼痛。如果他们的实力是初阶半道神，萧炎绝对有自信，刚刚的那一道三重圣龙吟绝对可以直接重创他们的神魂。可惜没有。如果面对着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实力后，萧炎周身的金色力量不断的沸腾起来，焚神似火的形态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所以一旦焚神似火形态失效，那么对于萧炎来说更是一场死局。既然三重圣龙吟都没能将其击败，那么试一试神魂神技神魂破天劫。虽然这一招按照目前的神魂实力来说，对付半道神之下的神奇强者几乎可以做到横扫，但是对方可都是半道神中阶，而且还是足足的3位，这样的阵容之下，萧炎恐怕就算施展神魂破天劫都无法重创他们的神魂蛋。萧炎并不傻，明知道这一招没有效果，也绝对不会去施展。不过萧炎的金眸中闪烁着不同颜色的火芒时，他的瞳孔深处似乎有一道横扫八方的恐怖气势。然而那不远处的三道影子似乎也感受到了萧炎体内的一股可怕的气息正在酝酿而起。他似乎不简单啊，竟然还有手段。其中一位影子喃喃道，而另外2道影子则是神色一凝。此刻就算以他们半道神中阶的实力，也不敢轻视萧炎的一举一动，毕竟刚刚那一招三重圣龙吟已经让他们见识到了萧炎的恐怖天赋战斗力。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掀起多大的浪花来。如果这一招他还是不敌我们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夺取那东西的最佳时机了。其中一道带着空灵的声音对着左右两边的影子呢喃道：萧炎站在虚空中，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旋即眼神一凝，他毫不犹豫地催动了神魂天级的最强一招神魂破天劫。他的全身神魂力量如同被一股力量所吞噬抽空，瞬间被消耗的所剩无几。随着神魂力量在这瞬间的耗尽，萧炎的呼吸都加快了几分，脸色竟是顿时宛如苍白的纸。果然这神魂破天级不简单啊，如今我已经堪比半道神初阶的力量，竟然在施展初时还是将自身的神魂力量消耗殆尽。看来想要真正的轻易施展神魂破天劫，恐怕实力至少要达到半道神巅峰之上的神魂力量作为支撑才行。萧炎心中暗自一声，毕竟有时候与一些强敌进行生死决战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争秒必抢，或许生与死就在这一分一秒之中的变数。在这极限的神魂力量消耗中，萧炎眼中再次闪过奇异的光芒，将他带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在这空间中，萧炎站在其中，而他的神识海中心一缕透明的光点孕育而生，它如同初生的晨星，虽然微小却蕴含着无穷的潜力。这道光点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它缓缓扩张，周遭的神识波动被它牵引，如同水滴落入汪洋，再也无法逃脱。那强大的吸扯力随着光点的不断扩大，它开始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波动。光点的扩张没有停止，它变得越来越亮，仿佛要将整个神识海都吞噬进去，成为一片死寂的虚空。在这道光点无限扩大的过程中，萧炎也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神魂力量。这片神识海由光点所过之处后，仿佛是一方苍穹的诞生一般，它的边界模糊不清，仿佛包含了无限的可能和未知的强大力量，一道望不到边际的苍穹。万物在这道光点的吞噬下都化为了虚无，就连时间似乎也在这片苍穹中失去了意义。在这苍穹之下的万物都难以逃离它的吞噬攻击，那是对毁灭的驾驭，也是对新生的期望。诞生独自一方的苍穹，任何力量如果被吞噬其中，一旦这一方苍穹毁灭，那么被吞噬其中的任何力量也都会烟消云散。这一招简直就是无人能够匹敌的存在，也是萧炎的绝杀神技。但这样还无法将其对方的神魂重创抹杀，毕竟对方乃是货真价实的半道神中阶，好强大的神魂力量，其中蕴含着一方世界的能量。这一招恐怕比之前的声波神技更加的强大与恐怖。萧炎还没施展出来，
三道影子就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可怕力量已经蠢蠢欲动了。亡灵恶煞掌，这一次三道影子也不再留手，直接在他们双手的诡异结印之下，周身的亡灵气息变得更加的浓郁精纯，而且也将出元神力发挥到了1成。这里的1成并不是说他们还保留了9成的出元神力，而是他们只能施展出出元神力的1成，也是他们所施展出来的极限。在他们的身后空间中逐渐的浮现出一道巨大的淡紫色巨掌，巨掌之上还有着无数道复杂的符文，这些符文似乎在讲述着古老的辉煌。这一掌乃是连半道神高阶都避之锋芒，如果你能够抵挡下这一招，那么就算你赢了。三道影子对着萧炎大喊道，同时他们的语气充满着绝对的自信，毕竟这可是连半道神高阶都无法100%接下的攻势，而萧炎的实力目前也就半道神初阶，就算他的底牌再强大，也无法越2级吧。去吧，一切都该结束了。随着三道影子异口同声之下，那道可以摧毁万物的巨掌直接洞穿虚空。虽然隔着还有一段距离，可萧炎的周边空间已经被亡灵恶煞掌的威力所笼罩，只要此掌一出，一切都不复存在。那道巨掌爆发出来的气息已经令得在场的众神奇强者都震撼不已，他们甚至根本无法靠近萧炎那里，一旦靠近，巨掌还没降临，他们的神体神魂就早已经被摧毁殆尽了。这股攻势太强大了，萧炎他还有对抗的实力吗？罗峰、圣瑶以及乾坤岛的那些神奇强者们都纷纷为萧炎捏了一把冷汗，而吴雪此刻的表情都是异常的凝固着，心中恐怕已经万分的担心萧炎会不敌对方的这一招。然而那道可以摧毁万物的巨掌即将轰击在萧炎的身躯时，后者的双眼突然一睁，其中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苍穹之光，一道无形的磅礴神魂力量从双眼中迸发而出轰，周围的空气因为两股力量的激烈相撞下变得扭曲，连整个结界都在颤抖。亡灵恶煞掌的力量与那磅礴苍穹之光相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声。在那片混沌的战场之上，双方的攻势如同暴风骤雨般肆虐，其力量之大仿佛要撕裂天地，甚至要将结界都给破开。就在此时，双方的力量都达到白热化的时候，神魂破天级的力量竟是在那一道巨掌的绝对轰击之下出现了溃败的迹象。所有的神奇强者都紧绷着神经，一丝不苟地观察着局势，心悬到了嗓子眼，以为萧炎要败了。但是在他们的目光的看向萧炎时，后者竟是没有一点的惊慌失措，甚至眼神充满着绝对的压迫感。他的瞳孔中那一道酝酿已久的横扫八方之势已经凝聚而至，大成就在此时。萧炎身姿一展，化作一道雷霆之光，以雷霆万钧之势身影暴退万里开外。这一道操作让得不少神奇强者感到疑惑，就连那三道影子的脖子都微微意外，同样不明白萧炎的用意。难道说已经明知道自己不敌，要避开亡灵恶煞掌的攻势？可是想要避开亡灵恶煞掌的攻击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着，只要巨掌一出，一千万物都无法逃脱。而去他的身影出现在另一处区域，而千道魔影的光束仿佛已经牢牢锁定了萧炎的气息，无论他如何逃，都无法逃脱出对方的掌控之中。在万里的天际，萧炎站立于虚无缥缈的空间之中，他手中握着的神火横骨尺宛若流星划过夜空，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尺身涌动着炙热的火焰，仿佛连空气都被其燃烧，扭曲成一片赤红。萧炎的眼神坚定而深邃，他的气息如同蓄势待发的暴风，随着心中的怒喝而猛然爆发，纵横绝，横贯八方。随着萧炎的咆哮，他全身的神力如同潮水般汇聚至神火横骨尺，顿时爆发出足以撕裂八方苍穹的恐怖威力。结界在这股力量的压迫之下发出了悲鸣般的滋滋声，仿佛随时都可能崩解。萧炎的气息变得无比可怕，他仿佛化身为一尊不朽的战神，只要轻轻一挥手中的神火横骨尺，就能横扫八荒陆河，不留痕迹。那毁灭性的力量凝聚在神火横骨尺间，宛如一柄锋利无匹的利剑，划破虚空，以无可匹敌之势斩断一切阻挡在他面前的所有敌人。这一刻，萧炎的存在超脱了凡俗的极限，他与神火横骨尺合为一体，成为了璀璨的一道不一样风景。他的攻击将是无可阻挡的，他的锋利将穿透一切阻碍。一旦这一场战斗赢了，炎帝萧炎的名字将在这一刻镌刻在诸神万界的时间长河中，永不磨灭。萧炎目光如炬，面对那跨越万里的亡灵恶煞掌，他全然不惧，手中的神火横骨尺犹如引动了古老力量的钥匙，他挥尺横扫，那动作简洁而有力，仿若天地间最原始的律动尺引化作破浪，尺间携带狂暴的剑气犹如海潮般汹涌而出，瞬间撕裂了天际。先是萧炎的正前方，而后以萧炎为中心的四周的空间都被劈开，就算是连绵不绝的山脉、大地、虚空都在刹那间都被切割开来。锋利到极致的尺之剑气所到之处，空气仿佛凝固，形成一道道凌厉的锋刃，呼啸着横扫四野。这一尺一单单是一个目标，而是能够以相同恐怖的力量横扫八方的全体杀招。萧炎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决绝，这一刻他仿佛是掌控命运的尺剑者一般，将一切希望凝聚在这一击之中。尺之剑气宛如天外来物，带着无可匹敌之势轰然撞击在那巨掌之上。轰隆，巨响之中，恐怖的力量爆发，
雷霆万钧，双道攻势，谁也不让谁，不断的压制彼此。而那巨掌上古老的符文竟是闪烁着光芒，每一次的闪动都是能够激活更多亡灵的力量，使得本就势均力敌的状态仿佛天平失衡一般倾斜了。巨掌开始压制，而夏萧炎将自身的所有神力神魂都全部输出，可以看见他此刻的表情有一些狰狞，青筋暴起，就连眼球都布满了血丝，同时他的脸上写满了不屈的神色与坚韧。即使是面对如此绝望的局面，他仍旧毫不退缩。我不能输，不能输！萧炎自言自语的低沉声响起，伴随着他怒喊之下，他所施展的纵横诀横贯八方之威，仿佛受到了什么指引，齿尖处变得更加的锋利，竟是爆发出让那巨掌的表面都出现了裂纹，横攻于技，横指法专攻技巧和招式，以求得持法的攻击和锋利。这便是百岁后，在横指法的技巧和招式之下，逐渐的将巨掌上的那处裂纹洞穿，其上的古老符文也开始处于崩解，仿佛无形的锁链被斩断。当然，巨掌上的古老符文被崩解后，也进行了最后的反击，整个巨掌开始爆炸，而那爆炸的力量化为一道巨型亡灵黑洞，直接将那横扫八方的齿剑全部吞噬殆尽。